好，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CV Reader，CV Reader 就是西贝塔的一套那个 Reader，就是我们在阅账的时候用的一套单机版的程式。那我是西贝塔资讯组的同仁 Evan 周，如果对这套程式以后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欢迎写信到西贝塔来。啊、我先介绍 CV Reader 的前世今生。因为西贝塔在1998年成立，当时刚成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任何的阅账系统，所以当时好像是维奇安博士先建议我们用这一套程式来做，就是那个微软的 HTML Help，就是一般的说明档。有时候我们看到一般的程式会有一个说明档，我们就是用它的界面来做那个阅读。这个画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画面就是我们看到那个 HTML Help 的画面，那左边是它的主要操作界面，右边就是经文。当时经文一次只能读一栏而已，所以就有上栏下栏，这就是最原始、最粗糙的 HTML Help 的画面。那后来在2001年吧，就是 g u 的第一版，在2001年开始，嗯，所以他到2016年已经写了15年了。这一套是蛮成熟的一个版本，但是这一套因为是从2001年开始写的，那时候是支援 Big File 而已，所以到了2015年的时候，2016年的时候，它已经很多功能都无法支援，而且当初写这套程式的那个工具也已经快要不堪使用了，所以在那个情况下，逼不得已我们就必须要换另外一套程式。那时候就是用2018年写的这一套，这一套看起来是比较阳春，但是它有一个特色是说，它可以同时支援 Mac 的系统，也就是说，我写这套程式可以同时在 Windows 呈现，也可以在这个 Mac 呈现。当时是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我可以肯定是可以少写一套程式来维护，然后可以让那个系统也可以使用 CVR 的这个画面。可是好景不长，那个到了好像是2020年左右，他忽然发布了一个新的措施，就是他所有的32位元版的程式全部停止，无法再使用了。而我的程式也只能写32位元版，因为它不支援64位元版。所以到了2018年，到2020年之后，我又必须重新再写一套，就是写了这一套，我称它为 CVR 的2X 啦。其实前一版就叫2X 了，2X 就是20周年，因为那时候西贝塔在2018年是20周年，那时候写的这一套程式。所以现在最新看到的就是我们说的 Siri 的2X 这一版，它这个是 Windows 的画面。那因为它无法同时支援 Mac，所以我必须 Mac 也再写一版。目前就是写这两套程式来处理。这就是 Siri 的从过去的 HTML Help，那一直到 Big Five 时代，一直到跨平台时代，然后到现在，这样算是写了3个版本吧。那我介绍一下 Siri 的主画面。嗯，一开始我写这个程式的时候，就是模仿 HTML Help 的画面，所以可以看到在上方就是有功能表，然后工具列，那主要的操作功能就在左边的画面，然后右边就是资料部分，可以看到中间这一块叫目次，就是一本书的目录，然后右边就是经文教刊区，这就是主要的画面。然后这里简单说一下 CV 的当初设计的3个主轴，就是第一个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可以好好的阅读章经，那第二个目的是说我希望能够搜寻到我需要的资料，那第三个就是其他的进一步的运用这样子。那在阅读方面，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内容，因为如果那个资料是错误的，那我们就失去了阅读章经的意义了。那第二个就是说希望有一个阅读的环境，所以还有各种弹性的呈现，这个等一下会一一说明。我这里首先要说明一下，我们西贝塔一个蛮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在注重品质的时候是采用比对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在一开始
原始的资料时候是一个叫做 BM 的格式，就是基本标记版 XML markup 的基本标记版。那么有这个版本会产生一个 XML 版，这就是进一步加工用的。那再从 XML 版产生 CV 的使用的版本，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CV 的经文的画面的结果。但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大量利用程式来处理的时候，可能程式不小心写错一点点，资料就一大堆，可能就一片不见了，或者是有很莫名其妙的错误发生。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事情，我们就会再做一个比对的处理，也就是从 BM 版会产生一个纯文字版出来，那 CV Reader 也会产生一个纯文字出来，然后将这两个版本再做一次比对。如果这两个版本比对出来的内容是相同的，那就表示说资料应该没问题了。那如果发现有很大的错误，就知道说这过程出错了，我们再去追踪。所以这样才能够确认说我们最后呈现的资料跟原始的资料是一致的。这是我画面可能不漂亮或什么，我觉得不重要，但是至少内容一定要是正确的，这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西贝塔的资料有哪些。目前西贝塔到2022年的时候收录了4581部，然后有21000多卷，大概有2亿3200多万字。然后主要的目录可以由这个画面来看到，就是有大正藏、万续藏、历代藏经，然后国家图书馆善本、南传大藏经跟近代新编文献。那底下这个画面就是近代新编的藏外正史，那一直到佛智之、印顺法师、吕程大师跟太虚大师。那历代藏经补集就是有各种大藏经的选录，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些大藏经里面如果有大正藏没收录的，就是没有在左边这边收录的，我们就另外收录在这边，就是尽量把它集成一套全集的概念，但是又尽量不重复就是说以节省那个人力的时间这样子。然后再来是介绍一下格式设定，也就是说经文呈现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种格式可以设定。例如你要看逐行的，就是原始的格式，或者是段落格式，要不要呈现行首？因为有些可能比较专业的，他会需要资料的话，他就需要有行首。那还有标点要不要呈现？比如有些人坚持我们不应该做标点，不要加形式标点，他就可以选择不要看标点。然后还有横置直视的功能，或者是看原书格式，或者是西贝塔用字，这个部分比较复杂，晚一点会再解释。然后教数格式可以选择，缺字也可以选择。还有制定格式，就是你可以把整个画面，就如果你会设计 CSS 的话，你可以把画面做成你想要的各种文字大小、字形都可以调整，这是格式的设定。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原书格式，原书格式就像这样，它的行就是依照原书的样子，是在一行一行。那前面会介绍说这是 T01大正藏第一册、第一经、第几页、第几栏、第几行，有需要的就可以由这个资料找到原始的出处的。那段落格式就是，如果你不需要那么复杂，又希望阅读比较清爽的话，那段落格式就是符合一般阅读的模式。那这里有一些功能表这也是这2版最近才做到的，就是可以让我们在设定的时候比较清楚。我这边先切换回 CV Reader 做个简单的示范。我就以刚刚的大含金来示范这样就好了。我不知道你的画面上看会不会清楚，因为我看起来蛮小的。比如说我这个是原书格式，我只要在这边切换，就可以换成段落模式，也可以取消这个行首。用字在这边就可以切换了。我这边找个例子来看，比如这个佛念这个字，如果我换成原书格式的话，就会看到是佛望，因为原书是写佛望，但是因为我们认为有错，就把它做了校订。所以如果看西贝塔版，按下去的话，就会变成佛念，这边就是可以做切换，或者是看缺字，
我找个图比较容易看。像这种出现一个很大的图，这个图就是一个缺字，然后我们可以看它的主字是，或是看它的Unicode 统就是 Unicode 统一码，或者是看通用字，可以在这边做立刻的切换。所以上面这些工具列就是最基本的功能，有时候也可以，比如说可以把一些基本的工具全部切掉，让你沉浸在这种经文的画面。那也可以切换成暗色的模式，就是比较保护眼睛的啦。就是这样。好，我先再切回，这就是刚刚主要工具列的一些功能。那我这里是要稍微解释一下所谓的原书用字跟西贝塔用字的差别。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原书用字是写佛望，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佛望这两个字，但是因为西贝塔后来有做过校正校订，改成佛念，于是如果你选西贝塔用字，就会看到佛念这两个字。所以对于一些比较讲究的学者，他可能希望看到原书的用字，就建议他选择原书用字。那如果是一般人，我们就建议用西贝塔用字，可以看到西贝塔选择后的版本。不过我们选择后都会有做校注，所以你也可以回去查询原来是什么用字这样子。那这个在求文检索就有差别了。如果你选择原书用字的时候，你在求文检索就只能搜寻到佛望这两个字，查不到佛念。那如果你选择西贝塔用字，就只能查询佛念，查不到佛望。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有些情况下会找不到，就是跟这个选择用字有关。然后校注也有差别，原书用字像这个这是烟这个字，它是写说它的原书的用字就写烟等于眼，然后宋元，意思就是说宋朝跟元朝是使用眼这个字，大正上是用烟这个字。但是因为基本上收录了很多大藏经，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如果用原来这个格式，你会不知道这个目前到底是在大正藏还是万续藏还是哪个藏经，所以西贝塔就改成底下这个模式，就很可以清楚看到目前这个是大正藏的用字，这两个是宋元明的用字，这样就比较清楚了。这就是西贝塔版的用字跟校注的呈现的差别。那再以刚刚那个佛念为例，因为西贝塔这里改成佛念，所以你会看到 A2 就是这第二个校注，那 A 是代表增加的，会跟原来的差别。像这里是 A3，就是第三个西贝塔增加的校注。然后我们书都会写说西贝塔版本是用念，那替沙藏也是用念，大正藏是用望。然后我们校订组同仁还会附上他查询替沙藏的位置，方便让其他人去查询说是否真的如此这样子。甚至于还会写校订考证的内容，这里有列出校订考证内容。如果你点进去，就会看到这样子校订考证的画面。这就是西贝塔同仁辛苦的记录下来。后来我们就认为说，既然辛苦的做了记录，就想办法呈现出来，让其他人可以参考。以上是谈到校订用字，再来是介绍 Unicode 的设定问题。Unicode， 我看到这篇我就觉得说，虽然我是母语是汉字，这篇大概有9成以上我大概都不认识这样子，所以中国字实在太多了。目前我查到 Unicode 有现在是98682字，除了一开始 CJK 基本汉字这一排以外，后面就是陆续增加的 extension 从 A 到 G。我这里的记录是到 G， 我前2天在写这一篇简报的时候再查，就发现 H 跟 I 都出来了。对 ，H 是从31350开始，那 I 是从21BF0开始。这就是 Unicode 第15跟15.1，这些字我目前都还没有收录到字型，这就是目前Unicode 这么多汉字。然后我们在设定中有几个选项可以设定，我解释一下。我们可以先看右边这个图，以这个庸字来说，因为这个庸字它是属于 Unicode extension 的字，所以我们一般是用主字式来处理。
最原始这种组织式就是这个月乘以庸，表示左边是月，右边是庸。然后它有 Unicode， 就是统一码的字就是这个字。那它也有通用字，就是庸这个字。然后左边这个设定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看庸这个字，因为有些人觉得说他只要能够看懂经典就好，不需要知道原始的用字，他可以选择看通用字比较简单。那如果对于学者，他可能说他想要看的是比较正式的字、元素的字，就是这个庸，他就可以选择用 Unicode 这个字。但是有时候 Unicode 其实没有那个字形你也看不到，那你就只能看通用字看主字式这个字。主字式跟图形是一定有的。那上面这两个 Unicode 跟通用字就是你可以选择要不要看，所以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选择说你要不要看通用字，要不要看 Unicode 字，也可以选择两个都同时有的时候，你要优先看哪一个，就是在这里选择。所以这整套选择就是在做这些事情。如果现在听起来觉得有点复杂，其实试一试就会知道了。这边是缺字的问题。然后在全文检索的话，理论上全文检索你可以使用 Unicode 或主字式检索都可以。比如说我这边右上角的原始的经文，我虽然是以缺字来主字式来呈现，但是我搜寻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用 Unicode 去搜寻是没问题的，它也可以找得到。或者是你呈现通用字，但是你搜寻那个主字式也可以，也可以找到这样子。不过这里有一个那个设定是说你无法使用通用字搜寻，因为那个在通用字的时候，就是说元素其实不是这个字，但是学者使用这个字，他如果用这个字去搜寻到的话，他会觉得说元素并没有这个字啊，所以你不要用这个字去搜寻才对。好，接着这里是说我们 CP Reader 也可以呈现范文、西坛字跟蓝杂字，这是一些过去的画面的介绍。然后这里是引用 CP 引用复制的一些结果，这个可能大家比较有印象哦。这里只是要说这里有引用复制的结果，然后如果是南传大量性的话，会列出 PTS 的资料。那如果是万续账，会列出3个版本，就是大日本续账经还有新转大日本续账经以及原来那个新闻风影印本的，就是引用复制的部分。目前之前讲的就是只呈现的部分，那现在第二部分是要讲说如何找资料，因为找到你要读的资料也是蛮重要的事情。那 CP Reader 目前可以根据目录结构来找，或者是根据你的经号、经名、译者去搜寻，也可以直接从一本书的册数、页码、栏号这种结构来找，或者是你直接告诉他说你要第几经、第几卷都可以，甚至可以直接从某一个引用复制、行手资源来找，或者是全文检索就下去直接搜寻了。那竖线也是一个找的方法，这里打个星号的意思是说，这个之前的版本没有，是在下一版才会出来。那目录结构可以看到这个图，我们西贝塔目录至少有2种，一种叫原书目录，就是中间这一块，就是它是以大正账、万续账这样下来的。然后大正账里面就是大正账第一册、第二册，或是根据它的部来分类，这是原始的结构。那部类目录就是像右边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了。它就是把相同的部类的资料都放在一起。比如说阿含部就是包括阿含经，那阿含经的论、阿含经的述、序之类的相关的资料通通放在一起。那它的好处就是，你就可以在同一套资料中找到接近的东西，而不是说先在经部找一找，再去论部找，再去述部找，再去经述部找，这样就拆得很散了。那在搜寻上的话，因为我们也可以直接搜寻阿含部这种搜寻法，你就可以找到最相关的东西，而不会被其他的你不要的部类的东西所干扰。所以这是有目录结构去搜寻。
那如果用书目查询，就是这个应该大家也常看到这一类的，比如说我这个画面就是我要找跟文书有关的金名，然后作译者是唐，所以就会列出朝代有唐朝的，然后只要题名是有文书的字，就会都出来了。你也可以指定它我是要第几册，或经号是第几经到第几经，也可以指定某一套章经或是全部，这是书目查询。你可以用这种直接前往的，就是比如说我要到第几册第几页就直接过去了，或者是你要第几经第几经第几卷也是可以直接连过去，或者是用特殊的行轴，比如说像这一行，你直接把这一行贴进去就可以直接跳到该行了。也可以用这个格式，这是我们应用复制的格式，你把这一行贴到这个位置来，就可以直接找到那个地方。所以如果我们一般资料如果附上行走资讯，或者是附上引用复制这种资讯，会利用这个的人就可以很快找到相关的出处，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方便的。这里要再说明的是全文检索。全文检索这里的例子是有提到无常加无我，这个等一下就会说明。意思就是说你搜寻到之后，它就会列出在底下，会告诉你这是它的笔数，然后在什么章经第几卷这样子。那这里的全文搜寻有两个设定，一个是指定检索范围，一个是检索本书。检索本书就比较简单，就是我只在这部经找，我不在其他地方找这样子。那检索范围就是像这样，比如说我左边这个就是根据部类，我只要找阿含部或是本源部，或者是像这边就是把这些都勾起来，就是我要找这些。那像律部、辟禅部我就不要找了，就是我只要找经跟律就好。那你也可以依藏经来选，比如说我只要找大藏经，或是只要找某些藏经，某些不选。这个目前的测定就只有到这里，以后是可以做出更细的，但目前这还没有做到就对了。这是设定检索范围。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全文检索有个地方比较复杂，就是它可以做一些运算。像我刚刚看到的无常加无我，它的意思就是说，在我是以卷为单位，或是以篇，因为现代文章没有卷，我们就叫篇。在这一卷里面，只要你有无常，同时出现无我，就在附近，在30个字，我目前是设定成30个字，不管是谁在前谁在后，只要是有无常跟无我在附近的，就把它找出来。我把它取名叫逆了啦。那这个无常无我用星号代表 before， 就是无常之后接着无我，30个字以内是有顺序的，或是用 end 就是只要在这一卷里面有无常，而且有无我，就算找到了。那如果是用逗号，就是偶尔或，就只要有无常或无我就行了。那另外这有个减号的，代表排除。比如说我要找设立这2个字，但是我不要设立子，就是虽然设立子是符合设立这2个字，但是我就是不要设立子就对了。你要设立什么，设立花、设立果都可以，我就是不要设立子。还有一种就是用问号，问号就代表任意字。比如说我要查设，然后什么子，它可能就会找到这个设立子或者这个设立子都可以找到。有时候你可能有个字你不知道怎么输入，你就打个问号，就可以比较容易找到你要找的资料，不用说在那边不知道这字怎么输入，在那边找半天。然后这里要稍微介绍一下比较复杂的运算，像上面这个，因为我这个是用刚那些逻辑运算，你就把它当做数学的运算的方法来处理就可以了。比如说这里写阿难加舍利佛加目犍连，意思就是说这段经文里面在30个字内会出现阿难，还有舍利佛，还有目犍连，可能他们3个在一起谈法。那这边有一个 and， 阿难、舍利佛、满持子，意思就是说这一卷同时有这3位尊者在一起，那可能在另一个地方也同时会有这3位尊者在一起，那再把它 and 起来，去这样去找。这个例子其实我是随便试的，但是还真的给我找到刚好就是有这样一个地方，这就是它的比较复杂的运算。像我在写这个简报的时候，我那时候也在想说，这个舍
铯问号子减掉铯离子，我就在想说还有什么呢？就是后来就找到有铯离子，那我就再继续减下去，排除掉这个之后，就出现这个离。我再把这个排除，我想说应该没有了吧，结果发现还是很多，有什么铯童子、铯婆子、铯鱼子，像这种跨越夹住的铯狮子它也算，或者像这种跨越标点符号的铯地子它也算。因为很多，所以我就没有去做了。或许有人愿意去试看看，到底这问号子有几种情况，这是比较复杂的检索运算。这有个实例应用，就是我们刚好西贝海有一次在讨论到检索出处的问题吧。首先刚好就提到说，他想要试一个不知道句子，但只知道在华严经中有把众生比喻为树根，有树王，有生死旷野。当时他们就是把这4个主要的词就丢去搜寻，那是某一套搜寻的程式可以找到。我只是要说，这个在 CPU 的这样试也是可以找到的。他的方法就是这样子，把它通通加起来，也就是说这4个词彼此会在30个字内的话就可以找到，就搜寻到有44笔，然后底下是其中一笔的结果，就是像这样，它有树王、树根、众生、生死空雷都在。这个是在大方广佛华严经40卷的，应该说第40卷了，在第44卷找到，而且它有三笔，其实这可能就算3笔了，因为它是用组合的，比如这个算1笔，这个也算1笔，就类似这样去组合。这就是用比较复杂的搜寻，就是如果会利用这个功能，可能可以比较容易找到你想要找的东西。最后我要介绍一下书签，这个书签在2016年版也有，它长得像右边这样子，它就是一个列表式的。那这个书签其实我几乎都没在用，因为我觉得其实不好用啊，偶尔有需要的时候记录下来而已。然后这个书签我一直想要写新版的，但是过去没有写，主要有个原因就是在2018那一版是无法写的，因为那一版就是因为它是跨平台版，所以它的程式跟浏览器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沟通，所以我在经文上画一个记号，我无法让我的程式知道我在哪里画了，所以那时候一直无法写这个程式，也是后来决定放弃那套系统，另外写。左边这个画面就是我新写的程式，这个书签我就觉得我应该以后会好好利用，然后我现在就做一些示范给大家看。好，就是这个新版的这里就多了一个书签，那这个书签主要是因为它是树状的，它第一个功能就是我可以像这样连接到我之前存下来的资料，比如说这是林科野相音部的韵响音，那这个书签要做也很简单，它就是像这样，比如说选这段文字，然后按这个加入新增书签，你就可以自己为这个书签取个名字，然后它会自动记录它的位置，储存起来就在这里啊。所以它就可以像这样切换，你可以选这新的书签就到你之前的地方了。那它除了这个连接西贝塔的经文之后，它还可以连接网络上的资料，像这个就是连接到庄生江工作站的一篇他翻译的大意思或者是像这就是连接到西贝塔 online 了，就是如果你们用过西贝塔 online 就可以在这里使用它。如果再把这个页签收起来，看起来就像在 online 上，对不对？那像这个，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些记诵，以前每次找到搜寻，我现在就可以把它记录在这里。这里有一叶贤者记、觉灵菩萨记，我就可以收录起来，以后找资料就很方便了。我们家正道歌，那除了连接网页，它也可以连接应该是连接，像这个 PDF 档，它也可以做连接。那它的设计也很简单，我找个编辑来看，它就是只要给它你自己取个名字给它，然后把它的 PDF 的
位置在七碟，在你的硬碟的位置放进来就可以了，它就可以连过去了。甚至于我后来就发现它可以连接我自己的硬碟的某个目录，这样我把我一个收集论文的目录就把它连进去，它就很方便的列出我里面的东西，我再点进去看，就像这样，我自己都觉得很方便。那现在可以连接图档，也可以某个图直接点开来，或是法古全集，这个我也是觉得做得很漂亮的一个网站。我只要再把 CP Reader 的功能收起来，这就是你就可以在这里看法古全集了。就虽然法古全集还没有收录到西贝塔来，可以直接在这里就很自在的阅读，或者像 YBH 外面法师的 YBH， 也是可以把它放进来，这样收录资料就很方便。所以这个书签的功能是我一直之前很想做都没有好好做的，下一版终于可以做出来了。好，我们回到接下来就是要谈到一些还没有做的或者未来想做的部分。第一个是外部连接，外部连接在过去2016版就有了，它的功能是像这样，比如说我想要查字典或词典，我只要把要查的字贴在这里，就可以连接到许多的词典或佛学词典或字典之类的。那这功能我还没有想到说要像原来这种做法是也是要用柱状书签的，我还没有去做仔细的想，但是就是这个功能，如果这功能做下去，上方2016的6个功能就都到齐了，因为目前的版本只有4个，下一版会出现书签，然后再下一版就会想把外部连接做进去了。然后在2016版还有一个快速代码的功能，就是在这个子频行的时候，其实当时如果你要去找杂含经第100经，只要打 SA100 就可以连上去了。那相应部也是，就是阿含经、尼克也都可以做，甚至你可以自己定，你把你自己常用的经设计一些代码，到时候只要贴进来，这里就可以直接连过去了。这个功能在新版也还没做。还有格式设定，这个在2016版就有的，就是为了要让阅读更舒服，你可以自己设定这些文字的大小、颜色背景图什么都可以做。这个也是过去有现在还没有的。这里我列了一些未来展望，左边这一块就是说过去曾经做过，或许没有做那么好，但是这是过去做过的。那以前有做过书签，未来会希望做云端的书签，然后让书签可以备份，甚至给大家可以交流。外部连接、快速连接都刚刚讲过了，或是增加一些格式设定，像引用复制的格式，有些人就希望说能不能有其他的变化，这个也可以再做。还有多页切模式，目前 CPU 的一次只能看一个画面，它以前其实可以看好几个，就像看那浏览器一样，可以好几个页签，这个也是未来想要做的。然后那些书目、目录搜寻，还有说明文件以前都有。那左边这一篇就是这边是右边，右边这一边是过去没做，未来想做了，看起来就是有很多。像我也很希望未来巴利大藏经、西藏大藏经都可以全部放在 CPU 的里面，我们这一套就可以实现汉文的、巴利藏的跟西藏大藏经了。那第二个就是实现书柜的套书模式，就是说这一套程式在设计的时候是有那种书柜的概念，但是目前里面只有一套书，就是西贝塔这一套。未来可能比如说有西联经院的资料，或是像法果山的资料、福源资料，可以做成独立成套，一套一套的。然后每个人就是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看某几套，某些不想看的就不要放进来，就不用说西贝塔一整套有太多的资料，这样子就可以分散资源了。像经文连结，想象中也可以做很多事，比如说连接它的题解，连接到相关的经论，连接到论文或是连接到它的图档，都是我们可以做的。经目也是，比如说我目前搜寻，像刚刚设定搜寻文书释例的经文，如果有一篇，比如说大正藏可能叫文书什么什么经，如果万续藏可能叫做曼殊释例什么什么经，可能就找不到了。所以像这种过去古代经名或译者，有时候会有多名的现象，都希望能够做到搜寻，
让你能够说用各种搜寻法都能够找到这样子。然后全文解锁也是可以做的功能很多，像跨版本是我大概是最想做又最难做的。比如说搜寻到明版的经文、宋版的经文，目前都是只能搜寻到大正版这个原版的经文。所以像模糊搜寻、通用字、简体字这些搜寻都是很想做的，要注或多语系。然后也有很多人希望做简体呈现，这也是未来的功能之一。然后错误回报、线上讨论。那至于这个划线摘要笔记，很多人都希望有，但是其实这是蛮困难的，因为基本上的经文一直在更新，可能你划线的地方到了下一版就换位置了。这部分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好好的克服，大家其实跟很多人讨论过了，但是一直没办法好好下来做。制定资料，这就是自己的资料也能够像 CVReader 一样做出自己的一套系统这样子。这也是以前有提过，但是都没有在动的。左边是还有一个人工智能，放在左边是因为其实右边没位置了。那至于这人工智能是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因为这个目前实在很夯，我就把它写进来了。就是说希望未来 CVReader 有人工智能的功能。然后这个图是我以前画的，这辈子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完，就是 CVReader 的所有的期待。好，目前就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